们来谈谈阿富汗，因为在前一阵子呢，自从这个美军狼狈撤退，塔利班呢迅速攻陷阿富汗之后呢，很多人很好奇，之后的阿富汗现在怎么样了？感觉上这个塔利班呢，好像也跟过去那个塔利班不太一样，要从一个这个打打杀杀的恐怖分子武夫现在好像慢慢要跟世界接轨的概念。他也喊话甚至希望跟美国建立关系。如果美国要帮助他重建的话呢，他也愿意这样的塔利班真的跟过去不一样吗？当然，所谓的听其言观其行，我们还是要看看他实际的行动。所以今天3个题目呢，都跟这个塔利班的新面貌有关。第一题，我们就先来看看一个最新热腾腾的消息，那就是呢，塔利班公布了他们的这个临时政府的内阁名单。这个内阁名单打开来一看，哇，就知道他对于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很可惜这是一个新的名单，但里面全部都是老面孔，甚至我们要这样讲开个玩笑，里面好像是满满的恐怖分子有种恐怖 feel 的感觉里面满满的都是老战男。我们以前说国民党是老蓝男他是老战男，怎么讲？第一个就是年龄都很大第二个呢都是以前的这个好战分子第三个全部都是男性，没有一位女性是不是有女性这个部分？事实上，西方国家很在意未来呢能不能够跟他进行一些正常的一些国际交往，或是承认他，就要看他对于人权的态度，特别是对于女性的态度等等。那么这些老战男呢，有一个特点，他大部分都是在1990年那时候塔利班统治阿富汗的短暂时间，非常强硬的统治时代的一个班底所以一开始我就想先请教一下介大使，介大使，你怎么看待这份恐怖名单西方国家是不是很头痛西方国家是很头痛，可是塔利班不在乎。现在套一句俗话，就是我觉得这份名单反映一个塔利班政府目前主导性的思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也就是他要先把他的内政稳定，他把他的内部情势稳定。所以看起来有点像是论功行赏因为就跟我们这个在中国历史里面看到的这个新建立的这个政府他第一个一定要论功行赏，打下天下后要分封功臣，要分封功臣，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说漏掉了谁，或者没有摆平谁的话，可能会给自己遭到麻烦。所以你看，虽然他这个就是说，基本上都是一些老战男嘛，对不对？对。那么，可是这些都是有实权的人物实权的人物如果在这份名单里面被漏的话，那么他就可能为未来的塔利班的政权埋下一颗炸弹。所以我觉得这一份应该是可以看出来是塔利班内部的一份权力结构的一个妥协的一个均衡点的名单。那外界的观感，我觉得他们也在乎。可是呢，目前对他们来讲，我觉得还是稳定压倒一切。对，确实这个安内攘外很重要当然首重的就是先安内像谢大使所讲的，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整个阿富汗的局势还并不算是非常的稳定，还是有这个反叛军呢，目前正在这个呼吁，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来这个推翻塔利班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一一来看。当然第一个呢，大家就看到了这个让美国很没有面子的塔利班新政府的这个临时名单这个里面担任内政部长的哈卡尼。哈卡尼谁呢？大名鼎鼎美国 FBI 悬赏500万美元要抓他，可以说是在美国的这个名列的恐怖分子当中的第一名冠军人物。那么讲到哈卡尼呢，台湾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我稍微说明一下。你去 Google 一下，打这个哈卡尼网路非常非常有名。他可以说是一个塔利班的一个好战的一个下面的一个分支，但他呢实力非常非常的坚强，过去干下很多大案子赫赫有名的很多致命的一些对西方的一些袭击还有一些重大的绑架案等等，他都是罪魁祸首。我举个例子像比方说美国2011年，当时美国在这个科尔布尔，就是阿富汗的首都科尔布尔的这个使馆遭到了重大的袭击。那么这栋大楼呢，其实就是美国 CIA 的大楼，所以戒备非常非常的森严，但是被这个哈卡尼突破当时这个进行了这个轰炸，这个死伤也非常非常的惨重。那么这个哈卡尼网路呢，它是在1980年成立，那么在1995年才加入了塔利班合而为一。平常的势力呢，它大概是盘踞在这个巴基斯坦的
这个东北部左右是一个武装组织哦。那么他对于这个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还有对于这个北约军队也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那么还有呢，他也需要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援助嘛，他当然西方国家不可能给他金援，所以他呢就常用绑架的方式。绑架这个西方国家的官员也好啊，绑架西方国家的这个有钱人士兵也好，甚至我们看到有个小兵很有名啊，美国有一位士兵呢，就在美国军营的附近失踪，在阿富汗的这个基地，他就在军营的附近失踪，后来被发现呢，他就是被这个哈卡尼网络绑架。他总共呢，这个小兵前后被关押了5年，后来在美国呢也引发了轩然大波。美国后来呢要把他救出来，是用交换俘虏的方式，后来把他救了回来呢，他非常的幸运哦，可以说是捡回了一命。所以这个哈卡尼网络呢，让美国非常非常的头大。2012年把它列为是恐怖组织，他非常擅长使用就是大家闻之色变的自杀攻击啊，自杀客攻击哦，所以常常是伤亡惨重，恶名昭彰。但是像这样的哈卡尼网络的领导人，当然现在这个哈卡尼是小哈卡尼，这个老哈卡尼呢创建了哈卡尼网络之后呢，后来年纪大因病过世，由他的儿子呢也叫哈卡尼来这个继承，所以现在呢担任这个内政部长非常重要的就是哈卡尼哦，美国 FBI 的头号恐怖分子现在变成了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内政部长。这个也让美国很没面子吧？美国想给他一个机会，想自己找台阶都很难呢。对，可见他这份名单他没有考虑美国的反应是什么。对，因为在这个节骨眼，我想美国也只能表达不满。可是美国刚撤出阿富汗，也不可能在一时三刻也不可能采取什么实际的手段了。对。那不过这也反映了这个哈卡尼他在塔利班里面的这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内政部长是管警察整个内部治安以及整个安全的，所以位高权重。那把这个位置交给这个哈卡尼，我想主要跟他的这个大概他的战斗经验，跟他的战斗的背景，跟他的战功彪炳有关。战功彪炳要从塔利班的角度上来看。那就是讲到他发明这种恐怖攻击啊，其实差不多他们这个战争以后就恐攻战争以后哈，我们这个国际上这个战略哈，有一种战法叫什么战法？叫不对称战争。也就是说现在的军事实力各个国家间差别非常大。那就是说军事力量比较弱的，他怎么样不用不对称的方法哈，去达成他的军事目标？那像这些哈卡尼这一些人，他们就是一个不对称战争的，就是一个代表性人物。那他们发明的这种就是说人肉炸弹，这个英文特别发明了个名词哈，叫 IED。I 就是 individual，个人嘛，个人对。E 是 explosive，就是爆炸的。D 呢是 device，个人爆炸装置。所以这就是人肉炸弹，这种武器使用出来以后哈，那么是造成了很多恐怖的效果。对这个部分，因为是西方世界所无法想象也不可能的。对，因为这个人肉炸弹，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塔利班他们有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宗教上的一个这个思想跟这个信仰嘛，所以过去人肉炸弹当中，我们看到甚至不只是中壮年男性，甚至包括了妇女，甚至包括了小孩嘛。对，所以每一次都是惨绝人寰啊，非常残忍。他自己就是粉身碎骨了。那这个，所以他们是用一种圣战的这种精神，它叫吉哈。对，所以它就是圣战。圣战就是等于说，这是为了宗教的理由而死，为了真主殉道。殉道。所以这种战争法是很残忍。可是呢，他又把人类这个国与国中冲突又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那希望这种极端的这种攻击方式能够消失。不过我们要回过头来，就变成就是说，为什么弱势国家最后用这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想要在战场上去战胜一个强敌？那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能有更好的把强国弱国之间的关系把它调节得很好，这也是当时联合国的这个构想，那就不会发生所谓的强凌弱。强国要对付弱国，通常弱国如果不愿意投降的话，那就会越来越多所谓的这种不对称的战法，那就会越演越怎么样，越激烈，那越演越脱离人性。
那这也是很可惜的事情啊。但像这种人肉炸弹啊，它非常的残忍，但是似乎对于西方国家来讲是防不胜防嘛。我们看到20年前的911，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人肉炸弹的自杀攻击，包括最近在撤军之后最近的一起在科尔布尔机场的这个攻击。通通都是这个人肉炸弹。到此刻为止，这个西方国家对于这个东西非常的头痛，但是似乎也没有好的一个防范方式哈。没有办法，因为你看他现在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最高领袖阿洪扎达，对，你知道他自己的儿子，亲儿子，就是做自杀攻击的。牺牲的，所以他们从他最高层的这些领导人啊，自己的儿子都用这种方式，对，来为他们的为他的 cause， 英文就是为他的打仗的理由哈，把他的生命都付出来，所以这也就反映就是说，你即使有你再先进的武器，你有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可能最后你也没有，你碰到这样的反抗。可能最后也就像现在20年以后，美国这个狼狈而逃出阿富汗，这是一个，我想这是一个，从某种程度来看，也就是塔利班他的战术，他的这个战斗的这个精神，好不好？对，他是用精神力量。他最后获得了胜利。对哈，这也就是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以美国这样的一个世界超级强国哈，在阿富汗陷落20年无法自拔。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哈卡尼网络呢，确实让这个西方国家闻之色变，过去吃了很多的大亏。所以现在呢，这个哈卡尼网络的这个领导人啊，就是这个小哈卡尼，现在接掌了就是整个阿富汗啊，新阿富汗临时政府的一个内政部长啊。那当然，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这个名单，这个名单啊，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大概就是由普什图所主导的啊，他也几乎没有什么其他族群的一些代表。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说，他是完全没有女性嘛。当然，有没有女性这件事情呢？西方社会非常非常的在乎，主要是就是在美国发动的这20年战争当中呢，当然也让这个阿富汗的女性获得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机会啊，不管是就学的啦，不管是就业的啦，我觉得最明显的改变可能就是这个部分哦，阿富汗的女性。那么美国在撤出之后呢，现在阿富汗的女性人心惶惶。最近我们不是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新闻吗？似乎两手策略，一方面呼吁女性说没有问题啊，可以上大学等等，但是二方面呢，他仍然他这个极端的这个宗教教条主义还是非常的严格，守得严严实实的。那还有一些就是他对于女性的一些承诺。是不是能够落实？这个也不知道。还有就是说，他们过去的一些观念，包括一些底层的一些士兵啊，虽然也许现在临时政府做这样的规定，但是落实在基层，尤其是在山区等等，女性会不会他们又回到原始非常可怕的处境都不知道。但是在这个不知道当中呢，这份名单一打开，你看到中央的领导班子就完全没有女性嘛，是不是？这就说明了一切啊！这就事实证明一切嘛。他之前他的发言人讲了很多话，对，让外界对他都充满了一些期待。他最近还发表了一个政策说明啊，厚厚的有3页啊，密密麻麻，但3页里面啊，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女性。对。他这个，因为他要用这个回教的这个这种对这种教义的里面一些部分来做他的世俗治理的原则那以他过去那个执政5年，那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尤其对女性，不能受教育，不能工作，出门都要戴不是面纱，他那个面罩特别的。连这个眼睛都看不到，对，眼睛都看不到，眼睛都看不到。因为我去了很多回教国家，就是比较戒律森严，你还可以看他2个眼睛。那我看阿富汗的面纱是连眼睛都看不到。那这个可能他就是说戒律最森严的一种。不过我觉得，如果说过去20年阿富汗跟西方这些国家接触，我觉得最值得保留的一个遗产，就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对女性权利的一种保障，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世界的普世价值。那并不是回教教义跟这种女性尊重女性、男女平等这种观念都抵制的。因为你看了很多现在世界上很多回教国家，男女都是平等啊，而且很多回教国家它是所谓甚至政教分离了以后像土耳其，我去过土耳其，土耳其几乎跟很多地方跟西方国家差不多。那所以就是说，不能一概都归咎于这是回教的规定。
我想同样大家都是回教徒，可是有这么多不同的这种实践。那也希望就是说塔利班这个政权起码要比他过去那个5年执政要往前走一步。那现在他能够把情势控制住，那么再由他来推动一种对女权的一种解放，慢慢的这个宽松，慢慢的接受。因为过去连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过去也跟塔利班很像，对女性的权利限制很严的，最近也慢慢在开最近也慢慢在开。所以塔利班，我想他可能这一方面需要有更多的外部的压力。那这个外部压力现在不要来自西方，因为我想会更糟，会更高。现在这个外部压力是他周边国家，这几个周边国家如果愿意给他一些良性的一种建议，那么辅佐一些他给他的一些协助的话，我想塔利班的女性的国民应该还是会有这个能够受到尊重，能够受到保护的这一天吧，希望是有这么一天。当然这是大家所希望的，但至少在这份名单当中，好像暂时看不到这个希望除了这个内政部长之外，我们也讲了，这个塔利班的创办人的儿子，在这个名单当中呢是担任国防部长所以刚刚这个介大使讲的很对，就是说这个权力势力要平衡一下。还有一个呢，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临时总理是艾昆德。那艾昆德呢，他也是名列联合国把他列为是恐怖分子。那上一次呢，其实在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政的时候，他也是这个政府的这个领导班子嘛。那他是塔利班已故创办人欧马的一个亲信你想想看，这个临时总理艾昆德是联合国名列的恐怖分子，内政部长也是是这个美国名列的头号恐怖分子所以怎么看待这几个人的满满的一个恐怖名单的恐怖政府的上任？因为他过去打了20年的战争如果从西方的标准认为都是恐怖战争，对，用恐怖的方式来跟西方的入侵者做战争，所以自然他们就都被冠上一个恐怖分子的一个。可是看起来塔利班并没有对于这个非战斗人员采取比较残暴的做法，那么倒是在这个过去入侵的这个西方的军队里面误伤平民，平民的伤亡是很大的。那我最近看了一个 BBC 的影片，其实介绍在一个山区里面的阿富汗的一个家庭，然后这位长老，这个老先生，他说其实我们这些塔利班的部队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他们都在家里就后面坐在那个炕上面，后面就放着那个自动步枪那都是我们长大的孩子，我们跟他们是等于就算一家人。他说，所以呢，可是问题就是我们不是塔利班，那可是问题就是说美军还有这个北约军队每次来我们这个村落的时候，都对我们的平民都持高度怀疑的态度，都把我们的门用踹开的方式，甚至把我们的一些熟悉的人以同情塔利班的方式给予了一些不人道的待遇。所以这是对可能在真正的这个阿富汗人的眼光里，他看到的一个经历过的一个20年战争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今天看很多这些塔利班的上层，可能是我们是完全是透过西方的诠释，西方的视角，西方的过滤，不管它是讯息的完不完整，还是只是片段的，或者是过滤的，然后呢又加上西方高度的诠释以后，我们对现在这一批人有这个看法。对。可是从整个看起来的话，那么塔利班事实上它是真正的阿富汗这个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对。那当然，如果说所以我看这个很多周边国家的都要尊重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你如果用一个不同的文化，一个不同的价值体系，你带着企图改变它的传统文化跟它的传统价值的一种态度来的话，那么事实上不会成功。另外对于这个一个很传统的社会也会让它失去它本身的这种健康存在甚至成长的一个动能。那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过去20年，
那么阿富汗是每况愈下，它现在变成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我们最近也看到50年代、60年代，阿富汗也有一股很美好的一段时间，那是没有西方入侵的时候啊。对，介老师提供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观点哈，就是从这个阿富汗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塔利班目前的这个整个执政哦。那当然，这个对塔利班来讲呢，现在一个比较急迫的问题就是经济嘛。现在在这个美国撤退之后呢，可以说是经济大崩溃哦。接下来恐怕连粮食、连药品都会有问题。所以呢，塔利班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这个名单出炉，最让大家讨论的就是他能不能够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因此而得到一些援助哦，包括他有很多现在这个外援等等扣在美国那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但当然了，塔利班自己内部的问题必须要先解决啊，必须要先把安内这件事情做好。紧接着呢，我们也看到他可以说是双重出击呀，一方面安内之外，二方面呢，他也对外设了一些发言人，最近呢对西方国家做出了很多的呼吁哈。我们稍后继续来谈。